孙立人被囚禁30年是冤枉的吗？他可不是小白兔，蒋介石也不是暴君。在蒋介石眼里，孙立人和汪精卫应该没什么太大的不同，不同的在于汪精卫成功了，孙立人没有成功。还有，汪精卫是亲日，有敌对国家福祉，孙立人是亲美，有友邦福祉。但是对蒋介石来说，这两位都是图谋颠覆自己政权的敌人。至于所谓的1954年的郭廷亮案，这个跟孙立人大概率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没有证据。当然，没有证据并不能证明跟他肯定没关系，但是也不能证明有关系，对吧？我说他没有关系，还是基于孙立人当时的角色来说。就算郭廷亮兵变成功，获益者也不会是他。他虽然有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履历，当时已经被蒋介石架空了，而他在台湾的势力，连尚未羽翼丰满的蒋经国都比不上，更不用说还有陈诚、CC 系、政学系、黄埔系的一大群人，怎么轮也轮不着他。那个时候他也被美国人放弃了，所以不大可能干这种事情。但是他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能够推翻蒋介石，自己上台。蒋介石刚刚退守台湾的时候，美国人对蒋介石相当失望。美国人认为蒋介石又菜又不听话，还不如换一个人来，听话的。美国人企图扶植一个傀儡政权，颠覆蒋介石政权，图谋台湾独立。他们选择了孙立人。早在1949年1月，孙立人就受麦克阿瑟邀请去台湾访问。孙立人提出了建立台湾自由省的说法。1949年6月，美国制定占领台湾的计划。1950年1月，当时的台独组织给美国建议成立台湾临时政府，由孙立人牵头发动兵变，掌控台湾军队。1950年6月，美国国务院通过了扶孙代蒋的计划。而在这期间，孙立人也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满，并且希望成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。但是1950年10月，抗美援朝开始，美国人没有精力来解决蒋介石，相反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蒋介石，于是转变对蒋态度，支持蒋介石。于是孙立人的总统梦碎了。以上内容来自于美国1992年相关解密档案。通过以上内容，也能侧面解释为什么孙立人在担任陆军总司令职务时，敢不把周至柔当回事，敢跟蒋经国对着干。因为在孙立人心里，他们都是待宰的羔羊，需要给他们什么脸面呢？1953年11月，抗美援朝结束的同一年，尼克松出访台湾，和蒋介石达成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一致意见，也不再需要孙立人去代替蒋介石，孙立人成了美国人的弃子。次年，1954年6月，抗美援朝结束后的第2年，蒋介石借口郭廷亮兵变案将孙立人囚禁。郭廷亮案只是一个借口，真正的理由从前面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蒋介石已经知道了孙立人跟美国人之间的合作和谋划。对于这种情况，蒋介石是不会手软的，所以囚禁孙立人33年，其实一点都不冤枉。至于为什么蒋介石不公开孙立人和美国人的阴谋呢？蒋介石又不傻，抗美援朝之后，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关系好得很，有必要因为处理一个政敌就跟美国人撕破脸吗？如果公开囚禁孙立人的真正理由，那美国人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美元还要不要？要知道50年代到60年代，美国对台湾的人均援助金额可是高居世界第5位，并且美国很多援助是赠与性质。但是也不能让自己身边有这么个定时炸弹，于是才找了个借口将孙立人囚禁。而至于为什么是囚禁而不是枪毙，这个就更好理解了。枪毙了不就是影视美国吗？跟公开的结果不一样吗？更何况枪毙一个曾经的陆军总司令也太炸裂了，蒋介石也不敢这么干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囚禁，让他跟张学良一样。很多人说孙立人被囚禁是被排挤，被蒋介石防备，跟着蒋介石回到台湾的政敌多了去了，有哪个被囚禁的？多数都是采取一个政治上的流放的做法，比如阎锡山、白崇禧、何应钦，都是带着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，不让他们参与政治。孙立人的影响力和势力都比不上这些人，怎么会因为排挤防备被蒋介石囚禁呢？所以孙立人被囚禁不是因为郭廷亮案，但是他被囚禁一点都不冤枉，都是他自找的。没有政治手腕和眼光，却要硬玩政治，最后被抓了把柄，